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最近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可热闹了，每周末都挤满了人。不过上周日发生的事情实在是让我大开眼界，必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。那天我正在相亲角帮一位台湾来的男生介绍对象，这位男生叫阿德，今年35岁，身高178，在台北经营着一家连锁餐饮企业，年收入大概200多万人民币吧。长得挺帅气的，皮肤白净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穿着打扮很有品味。阿德是通过我们相亲平台找到我的，他说想找个上海姑娘结婚，觉得上海女生更有气质。我一听这条件，那不得了啊，赶紧给他安排了5位优质女嘉宾见面。第一位女嘉宾小美，34岁，在外企做财务总监。刚见面时，阿德还挺有好感的，毕竟小美长得漂亮，身材也不错。可是聊着聊着，小美就开始报要求了，未来老公必须和我一起住在上海，最好在市中心买一套200平以上的大平层。还有啊，我想要双胞胎，一男一女，但是我不想休太长的产假，你要负责找月嫂和保姆。阿德听完直接傻眼了，用台湾腔说：天啊，这也太快了吧，我们还没有互相了解耶。而且我的事业重心还在台北。小美立刻皱起眉头，那不好意思，看来我们没有共同话题了。我觉得婚姻就是要把话说清楚，免得浪费大家时间。说完就拿起包包走了，我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。现在的女生都这么直接的吗？不过更让我震惊的还在后头呢。第二位女嘉宾阿玲，36岁，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。她一坐下来就开门见山，我先说好，我有2个要求。第一，你要转180万人民币做彩礼，这笔钱我要用来还房贷。第二，你要同意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，我家就在徐汇区。阿德差点把手中的奶茶喷出来，不是啦，我觉得这样不太妥当诶。彩礼的传统在台湾没这么重，而且我们还不熟悉，那就没办法喽。阿玲耸耸肩，现在上海买房这么贵，不找个能帮忙还房贷的老公，怎么解决住房问题？再说了，我家里就我一个女儿，总要有人照顾父母吧。看着阿德尴尬的表情，我赶紧说要不先休息一下。这才第2位，我就感觉阿德的3观都要被刷新了。他用台湾腔和我抱怨，丽姐，现在上海女生都这样吗？感觉好现实哦，我只能尴尬的笑笑，安慰他后面还有更好的。第3位女嘉宾叫文文，38岁，开了一家美容院。这姐姐一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惊喜。她穿着一身香奈儿套装，手上提着爱马仕铂金包，浑身上下都是名牌，气场十足啊。阿德看到文文的穿着，明显有点不自在，但还是很有礼貌地打招呼：你好，我是阿德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谁知道文文二话不说，直接掏出一份表格放在桌上，我看过你的资料了，基本条件还不错，不过我这边也有一些小小的要求，你看看能不能接受。我和阿德凑过去一看，差点没晕过去。这那里是表格啊，简直是一份结婚合同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条款，每月必须给他20万生活费，每年至少4次国外旅游，婚后所有财产归共同所有，丈夫工资卡要上交，每周必须陪他逛街购物不少于6小时。阿德看完后冷汗都下来了，这个我觉得婚姻不是做生意耶，不能这么计较的啦。文文翻了个白眼，怎么？嫌太多啊？那你知道我现在的生活标准吗？我开美容院一年纯收入就有500万，我找老公就是要找个能配得上我的。阿德赶紧摆手，不是这个问题啦。是觉得这样很奇怪诶。文文直接打断他，那就是没戏罗，浪费时间。说完拿起表格和包包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看阿德都快被吓傻了，连忙给他倒了杯热茶，别紧张别紧张，我们休息一下。阿德喝了口茶，还是一脸惊魂未定。天啊，好可怕哦！现在的女生都这么强势的吗？感觉好像在谈判一样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这些大龄剩女确实都成精了。为了安慰她，我说待会儿还有2位性格比较温柔的，应该会好一点。第4位女嘉宾小林，35岁，是一位中学老师，看起来文文静静的，总算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。可是这位女嘉宾带来的故事更是让我和阿德目瞪口呆。
小林一开始确实表现得很温婉，聊天也很得体，但是聊着聊着，他突然说：“其实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，我有一个8岁的儿子，他爸爸已经过世了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希望你能接受我们母子俩。”阿德听到这个消息，明显愣了一下，但还是很礼貌地说：“这个我可能需要时间考虑。”谁知道小林接下来的话更让人意外。不过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，就是我儿子的抚养权必须给我，而且你要改随我的姓，这样我儿子就不会觉得突然多了个爸爸。还有，我们结婚后，你要负责我儿子所有的教育费用，包括将来出国留学。这下阿德真的说不出话来了。改姓氏这种事情在台湾简直闻所未闻啊！阿德听完小林的要求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用台湾腔苦笑着说：“改姓这件事情实在是，我觉得有点为难耶。而且你儿子的教育费用这么大笔，我们还不熟悉。”小林立刻变了脸色：“怎么？你是不是看不起单亲妈妈？现在这个社会，单亲妈妈怎么了？我儿子成绩那么好，将来肯定有出息。你要是真心想和我在一起，这些要求都不算什么。”我赶紧打圆场：“要不我们先冷静一下。”可是小林已经气呼呼地收拾东西准备走人了，临走前还撂下一句：“看来你们台湾男人也不过如此，思想这么封建。”阿德一脸委屈：“天啊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我只是觉得这样对我的家人不好交代。”看着阿德快要崩溃的样子，我都替他心疼。本来想着最后一位女嘉宾应该能给他一个惊喜，结果更让人大跌眼镜。第5位女嘉宾叫董美玲，37岁，是一家医院的医生。她一来就给人一种很专业、很干练的感觉，穿着白色连衣裙，妆容精致，看起来挺有气质的。一开始聊天还挺愉快的，聊到各自的工作和生活，阿德还专门夸奖她：“哇，当医生很厉害耶，一定很辛苦。”董美玲微微一笑：“还好啦，习惯了。不过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择偶标准。”阿德听到择偶标准这几个字，表情明显僵硬了一下，但还是强装镇定：“好啊，你说。”董美玲掏出手机，打开备忘录：“第一，婚后必须住在上海，最好是在我们医院附近。第二，因为我工作比较忙，所以家务要你来做。第三，我父母现在和我住在一起，他们年纪大了，需要照顾。你要负责。”阿德听到这里忍不住插嘴：“等一下，这个我的事业不是在台北吗？”董美玲眉头一皱：“这有什么问题？你可以把生意转到上海来啊，上海市场这么大，机会多的是。再说了，像我这样的条件，在上海也是很抢手的。你知道我一个月收入多少吗？光是工资就有5万，再加上手术费分成，一年下来少说也有100万。”阿德欲言又止，可是董美玲直接打断他：“别可是了。我告诉你，像我这样的女医生，找对象都是要求男方全职在家相夫教子的。我已经很照顾你的感受了，还让你继续做生意。但是你必须搬来上海，这一点绝对不能商量。”董美玲说完工作和家庭的要求后，突然话锋一转：“其实呢，我还有一个想法。你要是觉得结婚太麻烦，我们也可以先不结婚。”阿德一脸疑惑：“啊，那是什么意思？”“就是说呀。”董美玲神秘地笑了笑：“我今年都37了，很想要个孩子，但是我对婚姻没什么特别的追求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先要个孩子，孩子归我。你只要每个月按时给抚养费就行了，其他的事情我都不会麻烦你。”阿德听完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：“天啊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？”“有什么奇怪的？”董美玲一脸不以为然：“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啊。我们医院就有好几个医生都是单亲妈妈，过得可滋润了。我的要求也不高，你每个月给个3万抚养费，等孩子大学毕业前的学费你包了就行。其他的我都不会要求你，你也不用负任何责任，多划算。”阿德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可是这样对孩子不好吧？孩子总要有个完整的家啊！哎呀，你这思想也太老土了。”董美玲不耐烦地说：“现在什么年代了，还讲究这个？我自己的收入完全可以养活孩子，就是觉得孩子还是要有个爸爸的基因比较好。你条件不错，长得也挺帅的，生的孩子肯定聪明。再说了，我都不用你负责，你还有什么不愿意的？”这阿德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我们台湾没有这种想法啦。
这样对孩子太不负责任了。切，董美玲撇撇嘴，我就知道你们台湾人思想保守，现在都什么社会了，还整天把责任挂在嘴边。我认识的好几个姐妹都是这样，找个条件好的男人要个孩子，多省事，不用伺候婆婆，不用管老公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看着阿德惊恐的表情，董美玲又补充说，要是你觉得这样不合适，那就算了。反正像我这样的条件，想找个优质基因的男人还不容易，大不了我去医院做试管婴儿，花钱的事情嘛。阿德这下彻底说不出话来了，脸都吓白了。我赶紧出来打圆场，心想现在的女人都怎么了？这种想法也太可怕了吧。这让我想起前2天看的新闻，说是现在很多职业女性都有这种想法，只要孩子不要婚姻，这样既能当妈妈又不用受婆家的气。看到这个情况，我觉得再聊下去也没意思了。阿德听完董美玲的话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用很委婉的语气说，不好意思啦。我觉得这样可能不太适合。董美玲立刻冷笑一声，怎么？嫌我要求太多？那你以为你是什么条件啊？不就是开个小餐厅吗？在台北那种小地方赚点小钱有什么了不起？你要是真有能耐，怎么不来上海发展？我看你就是没有上进心。这话把阿德给气着了，他站起来说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你这样说很不礼貌耶。台北怎么就是小地方了？再说我的连锁餐厅也不小啦。董美玲更来劲了，哎呦，别说气话嘛，我这不是为你好吗？你要是来上海，有我在医院的人脉，分分钟帮你介绍一堆优质客户，这不比你在台北强多了。我看情况不对，赶紧打圆场，今天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我们先到这里。谁知道董美玲还不依不饶，丽姐，你说说看，我说的对不对？现在这个社会，男人要是不靠女人，怎么能发展得起来？我看他就是太保守了，思想太落后。阿德忍不住了，拜托，你这样说真的很过分哎。我们才第一次见面，你就觉得高人一等，这样好吗？董美玲一听这话更不高兴了，哟，这就恼羞成怒了。我看你就是接受不了强势女性，算了算了，浪费时间。我看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，注定只能在台北那个小地方混日子。说完气呼呼地走了。阿德气得脸都红了，用台湾腔说，天啊，这也太夸张了吧。我真是长见识了。看着阿德受了一下午的气，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。这5个女嘉宾，一个比一个要求离谱，一个比一个傲气十足。现在的大龄剩女都成精了，心气比天高，要求比海深，却不知道自己斤两几何。我安慰阿德说，别难过，可能是我给你介绍的人不太合适，改天我再帮你物色物色。阿德苦笑着摇摇头，算了啦，丽姐，我觉得我还是回台北找对象好了。今天这个经历真的让我，阿德叹了口气继续说，让我觉得好挫折哦。台北的女生虽然也很独立，但是不会这么强势。今天这5位姐姐感觉都把我当提款机在用，一点也不在乎我的感受。我听了也觉得很惭愧，对不起啦，可能我的判断出了问题。这些女嘉宾的条件是都不错，但是不会啦，丽姐你别觉得不好意思。阿德很善解人意地说，我知道你是一片好意，只是我真的没想到现在上海的相亲市场是这个样子，感觉大家都很现实，把婚姻当成一场交易在谈，都在算计着对方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。我不得不承认阿德说的对，这些年我在相亲角帮人牵线搭桥，越来越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互相理解，特别是这些所谓的优质剩女，事业是做得不错，但是心态都有点畸形，要么就像小美那样，还没开始了解就要求买豪宅，要么像阿玲那样把彩礼当还房贷的钱，要么像文文那样拿着表格谈条件，要么像小林那样要求男方改姓，要么像董美玲那样瞧不起别人还自以为是。阿德收拾东西准备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番话，让我很受触动。其实我觉得婚姻不是用钱就能衡量的，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，互相理解。今天这些女生看起来条件是都很好，但是好像忘记了婚姻的本质是什么。看着阿德离开的背影，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现在的相亲市场确实变得越来越功利，大家都在强调物质条件，却忽略了最基本的感情和人品。
难怪好男人、好女人都找不到合适的对象，问题的根源可能就在这里。第二天，阿德给我发了一条信息，说他已经订好机票回台北了。他说：谢谢丽姐，虽然没找到对象，但是这次经历让我明白了很多。希望上海的男男女女都能放下一些过高的物质要求，多一些真诚，少一些算计。这样可能大家都会更幸福。看完这条信息，我深有感触。或许我们都应该重新思考一下，到底什么才是婚姻最重要的东西？是高额的彩礼，是豪华的房子，是光鲜的身份，还是两个人之间最纯粹的感情？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说说你们的想法。我是丽姐，咱们下个故事见。